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35集。在这一集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有关于诸葛亮他在成为刘备的军师之后呢，面临到第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也就是博望坡战役。当然啦，在剧情的后半部也蛮多的描述是有关于刘备跟诸葛亮，他都非常不愿意干涉有关于荆州，也就是刘表家的内政哦。那这一集我们就好好来聚焦在诸葛亮他在成为刘备的军师初期，他面临到哪些重要的挑战哦？好的，首先我们刚刚有提到博望坡战役嘛，那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听的一个桥段，是因为你就想想看，这个诸葛亮他作为一个超强军师登场，你一定很想知道说他用什么神机妙算，对不对？然后呢，就会听到演义小说说，赵云你先率领军队去抵抗人家的夏侯惇，但是只许败不许胜，然后说什么关平啊，你带领500部队啊去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刘封啊，你带领500部队去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张飞你埋伏在哪边啊，关羽你埋伏在哪边啊，然后给人一种就是哇塞，解释的非常的清晰，好像光听就知道这场战争一定会赢。结果果然在大火之下，哇，夏侯惇的曹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那时候让我觉得说，哦，超酷，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登台亮相。这么酷的剧情，这个电视剧竟然没有演。太让我生气了，因为我当初在看这个电视剧就看到说，我们终于要看到诸葛亮要如何施展他的神机妙算，而且前面的铺垫都有到位。什么叫前面的铺垫？小说当中其实关羽跟张飞一开始对诸葛亮是很不爽的，就说怎么大哥都开始冷落我们2个啊，大哥怎么都跑去跟诸葛亮相处在一起的啊，大哥你要小心诸葛亮，他这个人真有真才实学吗？哎呀，说到这个，我自己也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小时候会听那种录音带，会念那种童书哦，是，然后他就有讲到《三国演义》这部分哦，就是当时呢，诸葛亮他先成为刘备的军师的时候，好像刘备就很喜欢这个人，对，整天跟他一起睡觉啦，吃饭还要在一起一起睡觉之类的。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说，刘备还讲说，我就像是鱼，然后诸葛亮就像水，我现在是如鱼得水啊，没错。然后张飞这时候就会吐槽说，我看是比水吧，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哦，那可见当时张飞跟关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爽啊。对，小说当中还有个桥段，就是在博望坡战役开打之前，然后诸葛亮开始有一些布置，然后刘备会问说，现在曹操来袭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张飞就会讲说，大哥，你不是得了水了吗？你就叫水去灭敌就好了。讲的那个张飞好像真的很吃醋一样，都让我怀疑，莫非大哥跟三弟他们有龙阳之癖呀？军师啊，你大哥跟三弟他们有龙阳之癖呀。总之，前期这些东西其实电视剧都是有演出来，让我觉得说接下来要看到那个反差感了吗？结果接下来就是一句话，就是军师我们赢了。我说天哪，战斗画面你完全没有带到吗？太夸张了吧？对啊，这一段我记得我在打游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玩这一关的，可以用很多武将，然后去打那个夏侯惇啊。对啊。然后尤其我是最喜欢使用赵云这个角色，毕竟赵云就是帅嘛。OK， 对不对？好，总之我就会觉得说，哇塞，为什么电视剧你偏偏要砍掉最燃的那一段？不管是物理上还是剧情上都很燃的一段。好，总之呢，说回来吧，其实在史实当中，诸葛亮根本没有参与博望坡战役。那史实是怎么样呢？曹操其实是有派遣夏侯惇以及于禁率领部队去攻打刘备。那刘备就率领军队在博望这个地方与曹军开始进行对峙。对峙到一定的时间呢，刘备出招了。刘备怎么样？在后方设立伏兵，然后在前线呢，直接把营寨唰给烧掉了，然后选择撤退。夏侯惇此时就觉得说，你刘备是不是觉得撑不下去了？赶快众兄弟给我追！结果没想到一追下去，就中了刘备的埋伏圈，夏侯惇就被打败了。其实这场战役非常非常有趣，为什么？因为刘备在历史上给人印象就是这家伙败仗吃很多，屡战屡败。对啊，你看当初曹操
征讨徐州，刘备一下子就被打败了嘛，对不对？是后来刘备在很多地方作战，也很多都有打败的记录啊，所以好像刘备的战绩并没有很好看。但是再不好看，也证明刘备赢过夏侯惇。夏侯惇在历史上的战绩比刘备还要更加的难看。我还记得三国的一个算是动画吧，当中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夏侯惇就跑去找曹操讲说：“嘿，敌方来袭，我要出战。”然后曹操就说：“啊。”人家是董卓啊，董卓军很猛的啊，不要去啊！结果后来夏侯惇就被打败了，然后曹操说：“没关系啊，董卓很猛的，我给你升官啊，好兄弟。”好，接下来在打徐州的时候，夏侯惇就说：“派我上场，我一定要击败敌军。”曹操说：“哎呀，你不要去啊，吕布很猛的啊，你不要去啊！”结果后来夏侯惇去了，还是被打败了。然后回来之后，曹操就说：“啊，没有关系啊，吕布很猛的，给你升官啊！”结果后来遇到了刘备，夏侯惇说：“让我去。”然后曹操就说：“你不要去好不好？”然后夏侯惇说：“不管，我就是要去。”结果去了，又被打败。然后曹操说：“刘备很猛的，我给你升官。”那个时候对我这感觉超好笑，说：“等一下，你前面两个说很猛，我觉得都 OK， 连刘备你都说很猛，你实在是太照顾夏侯惇了。”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在《三国志》有关于刘备的描述当中，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诸葛亮啊？诸葛亮本传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啊。所以可见在博望这场战役当中，真正的主帅是刘备，使出伏兵计谋的也是刘备。至于诸葛亮，可能并没有加入到刘备军当中，毕竟刘备在新野这个地方，也就是荆州的北部啊，也是待了好几年的时间，而不是一到新野，诸葛亮就立刻加入了，又不是打电动，对不对？凑齐某些条件就立刻触发历史事件。讲完，其实所谓博望坡战役，诸葛亮并不存在。电视剧的后半段其实就有提到，刘备跟诸葛亮越来越涉入到荆州的继承人问题。我们之前有讲过嘛，荆州当时有两个继承人，长子刘琦以及次子刘琮。刘琮又尤其受到刘表的器重，眼看着就是幼子要取代长子。那其实刘琦就会紧张啊，然后刘琦就会想说，到底有谁可以帮我？不是听说诸葛亮很猛的吗？智力超群啊，请他来帮忙啊！历史上的刘琦也真的有做过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继承人危机啊，听说诸葛亮很厉害哈，来，诸葛亮请你帮我吧。结果诸葛亮始终都不愿意正面回应，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太敏感了嘛，这继承人问题嘛。刘备充其量只能算是刘表的客人，你一个客人对着人家的继承人问题指指点点的，你信不信继承人没搞定，人家先搞定你？其实我们之前的集数就有提到，你看刘琮那方面的势力，就有想过说，干脆把刘备这个麻烦给干掉，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诸葛亮一开始都是不做任何回应的，直到有一次刘琦就说，那个请诸葛先生来啊，怎么样，一起来宴饮啊，我来招待你啊。然后呢，刘琦就提出说，这附近有一座高楼啊，我们上高楼看星星看月亮好不好啊？怎么讲的有点浪漫似的。当然诸葛亮就跟着去嘛。登上高楼没多久，刘琦就叫人把梯子给抽掉。诸葛亮要下楼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梯子不见了？此时刘琦就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什么意思？现在这个地方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因为在半空当中嘛，对不对？说出来的话就只有你我两个人，你就不要再想那么多，赶快告诉我吧，我继承人危机啊，我很为难啊。那此时的诸葛亮才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就说，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春秋时代的故事啊？春秋时代有一个国家叫做晋国，那晋国有一代君主叫做晋献公，晋献公当时也有很多的继承人啊，那其中的长子呢叫做申申，另外一个儿子叫做重耳。后来晋国爆发了内乱，申申说，我担心父亲，我不肯走啊。结果申申就死了，反而是重耳听到说有内乱啊，立刻逃出去。历经多年之后，重耳终于回到晋国。他后来是谁呢？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申申在内而为，重耳在外而安。难道你没看过这个经典吗？这个时候刘琦就说，
了解了。你看诸葛亮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语带保留，他并没有直接告诉你怎么做，而是说我跟你讲个历史故事，好，历史故事讲完了啊，你自己怎么想，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可没有在跟你说些什么啊你可不要诬赖在我头上哈。诸葛亮为人也是蛮谨慎的哈。正好那个时候荆州出现一个大事件，什么大事件呢？在孙权的攻势之下，本来镇守在荆州江夏的黄祖战死了，在那个地方急需有人领导，刘琦就立刻跟他的老爸刘表表示说，那边需要有人领导，那我愿意率领军队去镇守江夏。那刘表大概也觉得说啊，这个时候急需人才啊，那我的儿子亲自去坐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于是刘琦就率领部队镇守在江夏这个地方，虽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注意刘琦是掌握部队的，尤其他又盘踞在江夏这块地方，那些刘琮的附庸势力如果还想对刘琦怎么样的话那除非你是真的愿意爆发一场内战，不然的话刘琦最起码人身安全是可以获得保障的。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典故，叫做上屋抽梯。但是请注意，诸葛亮虽然在这过程当中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计谋，但他才是中计的那一方是啊，对，上屋抽梯抽的是诸葛亮的梯当然了，这边可以解释，人也没有一天到晚24小时随时都保持戒备嘛，哪有人说什么我们上楼看星星看月亮，你在上楼之前还说你会不会把梯子给抽走呢？如果有这种人的话，你还会觉得说天啊，这个人是不是疑心病太重啊？他心机太重啊，被迫害妄想症你是不是有问题啊？对，所以这个诸葛亮中计呢，倒也不要苛责他，何况人家后来还提了一个非常稳健的计谋，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个人就觉得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他其实很多方面还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是套用一句电影经典人物的一句话，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啊，太冲动了。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不够炉火纯青呐。终究还是太冲动了。对，没有错哈。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事情我们必须得快转到后面，曹操对荆州发动的攻势，恰巧刘表过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说一下相对位置新野其实是在荆州靠近北方的位置，算是抵御曹操的一道防线，而荆州的核心是在襄阳这座城市，它在新野的南边。简单讲，曹操他要是要攻打荆州，会先打刘备，之后才会打到刘琮这边。那刘备眼看说，哇，曹操大军来袭，这次是挡不住啊，立刻率领着大队人马，当然大部分其实是民众百姓，少部分是军队，撤退到襄阳，因为他会想说前面守不住，依靠襄阳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可以守得住的吧。没想到抵达襄阳的时候，刘琮这一方人却说，我们已经投降曹操啦，你就不要梦想了赶紧哪边走哪边滚。刘备其实一开始是很火的说，你们没通知我一声就投降，你们礼貌吗？总之他也是很不爽的是。此时诸葛亮就在旁边说，你要不要趁现在我们就已经在襄阳的旁边了，你就直接带领军队去攻打襄阳，把襄阳给攻打下来之后，你今天就当荆州之主，继续抵抗曹操的入侵。为什么诸葛亮会这么说呢？不要忘记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是有讲过说，刘备你必须掌握荆州外加后来四川这一带的益州啊！现在如果曹操就把荆州给打走了啊，隆中对个屁啊！对，那个荆州不见了嘛，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可能就会想说，你赶快趁现在，这个时候刘琮也没有做好什么防范工作，你打下去是有机会获得襄阳，进一步号令整个荆州去抵抗曹操的。结果刘备怎么回答？刘备在《三国志》的回答很简单，叫做吾不忍也，我不忍心啊。那是不忍心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个补充资料，叫做《汉魏春秋》，里面是这么说的：刘荆州灵王托我以孤夷，背信自尽，无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什么意思？刘表当年还在世的时候，曾经把荆州的安危托孤到我的身上，如今我居然要带着军队去抢他儿子的地盘，这不是背信弃义吗？你这样子叫我以后死后看到了刘表，我有什么脸去见他？这才叫做吾不忍也的完整逻辑。所以总之，刘备就选择不取荆州，而是继续流亡到更南边的江陵，才会出现我们后来会出现的名场面，也就是长坂坡战役。所以总之啊，当初在襄阳城下，诸葛亮建议速取
荆州。刘备觉得说不能此时取荆州。叉叉弯，你觉得哪一个人讲话比较有道理呢？我自己是觉得当时的这个状况啊，你也不能说刘备是错的，因为刘备他说的这东西是有道理啊。当初刘表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你，你现在就是要夺权，这其实说不太过去啦。是，但是诸葛亮说的这个东西，确实在这个战略上面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毕竟之后要面对的这个大敌就是曹操嘛。是你先拿下荆州，你才有立足之地，你才可以有底气去抵抗曹操，甚至是你之后还会有筹码跟后来的孙权来做合作嘛。是，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道理啊。但是在那个当下啦，我选择刘备。为什么呢？我自己个人脸皮没有那么厚啦，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仁义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你要留自己的后路，要不然之后大家怎么看你啊？是，但我觉得仁义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就算刘备那个时候真的取下襄阳，你觉得他一定抵抗得了曹操吗？我也想到的是说，当时刘备他有拿过所谓的徐州嘛，是徐州当时也是有很多内部士族什么的，你也是要有这些人的帮忙，你才可以在徐州这个地方站稳脚步啊。对，所以你也难保这个荆州内部一定他们也会有这所谓的什么蔡家啦，很多的士族嘛。那如果你今天刘备是背弃当初刘表对你的这些承诺的话，哇，那这些人啊，你怎么可能会去跟这个刘备来做合作？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刘备反而当时的考量，他既有所谓仁义道德部分，也有很现实利益的部分，就是小伙子啊，你叫我现在打下襄阳，我就算打下来，我也守不了啊。是啊，那这样子的话，实际利益我没拿到之外，我连表面的仁义道德功夫我都丧失了。以后我要拿荆州，那难度是不是就升级了？是好，勿逞一时之快，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其实你说刘备跟诸葛亮谁有道理呢？我也站刘备这边，但我觉得刘备不是只有单纯的仁义道德，而是有更长远的考量。所以还是那么一句话，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很多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还正在学习当中。OK， 就好像有些时候那个 NBA 的超级新星嘛，对不对？就是他进入到 NBA， 你说他猛不猛呢？很猛，但问题是有没有到他的巅峰时刻？没有，他还是要经历过一些现实的打磨，一些经验的累积，他才可以把他的实力进一步的升华。诸葛亮就是这个道理。你说他战略眼光好不好？很好。你说他有没有一些聪明跟智慧？也有。但很多时候他还要透过实际的战场跟实际的历练，才能让他这些潜力转化为更强大的能力。好，以上呢，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啊。我们讲解了有关于博望坡战役，还有后续刘备跟诸葛亮怎么看荆州内部权力斗争的这件事情哦。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的节目内容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